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苗厨。今天煮的这一锅牛肉汤，三姐弟很爱喝，还顺便分享了蒸蛋的家常做法。准备1包牛肋条，我们倒入清水，给它浸泡30分钟，泡出血水。浸泡好以后，我们把这个水倒掉，然后给它淘洗一遍。洗好以后，我们冷水入锅，加入姜片，来一点料酒，我们给它焯水一下。牛肋条就是肥瘦相间的，口感会比较好。如果实在买不到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用牛腩肉或者是那个牛腱子肉也可以哈。珐琅锅里面我们一次性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先给它烧开。烧开以后，我们就把表面这些浮沫打掉哈。就用来煮汤的话，我就不会再清洗了。接着直接关火，把牛肉给它捞到珐琅锅里面，加入1大块生姜，然后1小个当归，再来1小撮这种小茴香。如果家里面有那种料包，就是专门装这些小茴香的，就装到里面再放下去，会比较好一点。盖上盖子，小火炖煮1个小时。再准备1块削皮的白萝卜，我们给它切滚刀块，等一下它跟牛肉一起炖出来，汤品真的很好喝。这个牛肉汤我们炖了40分钟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把白萝卜放上去，然后加入盐调味，然后再给它炖煮20分钟。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自己蒸的蒸蛋就是不够嫩，然后有蜂窝状。今天就用这个视频快速分享一下。对于新手蒸蛋的话，最好是准备这种有刻度的量杯哈。我们把鸡蛋打进去，总共我是打了5个鸡蛋，然后加入1小勺盐，给它搅散。像这样搅好以后，我们就放平，可以看一下。现在的蛋液大概就在250毫升左右哈。如果你们是有花蛤水的话，你们就用花蛤水；没有的话，就用普通的这种30、40度的温水。鸡蛋跟水的比例就是1比1.5哈。我这个倒的话，可能要倒到500毫升以上，这样子边倒边搅拌。一般饭店里面的蒸蛋不止1.5倍，就是可能是会更高一点，这样子蒸出来成本会比较低。但是我们家里面做的话，就1.5倍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深一点的这种盘子哈。然后准备一个漏勺，我们给它把蛋液过滤进去。有一些蛋清不容易打散，就可以过滤掉。想要蒸出来更美观的话，像这些泡沫就可以打掉一些。接着我们就可以盖上保鲜膜，开始蒸了。蒸锅直接给它烧到100度，然后把蒸蛋放进去，蒸个12分钟。有一点要注意一下，如果是用煤气灶蒸的朋友，你们就是开水上锅，然后转成中小火慢慢蒸，蒸12分钟。如果你是大火蒸的话，很容易有蜂窝，就是成品不好看。牛肉汤我们总共炖了1个小时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芹菜粒，再来一点点叶子，然后撒一点松茸鲜，给它搅拌搅拌就可以开喝了。真的是不夸张，这样炖出来的萝卜牛肉煲真的是太鲜了，可以尝试一下哦。蒸蛋蒸好以后，我们就倒一些蒸鱼豉油，然后撒上葱花就可以了。嫩嫩的鸡蛋，好久没给你们做蒸蛋了哈。不要这个是萝卜牛肉汤，还炒了个花菜炒香肠，炒了个小青菜，谢谢爸爸，可以吃了。这个沾萝卜呀，还有一个。菜太多了，一点点。菜太多了。味道吗？你尝一下。让我看看。到碗里。好吃吗？我蘸那香肠试试看。啊，这太多了。那么给我，你不敢吃。不要加那么多哈。太多了。妈妈，我的干碟用光了。好的。这个是不是萝卜沾干解决的？没有，我是牛肉蘸干碟。可以。这碗给你喝哈。你喝一下这个汤好不好？好喝。像外面一样。像什么？像外面。像外面卖的那种牛肉汤一样。我全程都在吃牛肉。好吃哦。多吃一点。可是。长身体。那我饭怎么吃啊？饭你慢慢吃呗，我们先把菜吃了，最后再吃饭呗。白萝卜也是你最喜欢的，对不对？沾干碟是绝对子。哎，不能说这种绝对子，他说一个好听的成语来一个。津津有味。津津有味，可以。我炒饭啦，好啦。好吃，爸爸这个好，给你吃。啊。你是客人啊。我是客人啊。好嘞，给你喂一口。
妹妹，这个牛肉汤快见底了，可想而知有多好。我女儿已经喝了2碗了。怎么啦？好吃吗？好喝。好喝。哦呦，还要给哥哥盛呐！我也给姐姐盛哦，也了。给姐姐盛了呀。我可以到的。嗯。